齐主任，结果出来了。廖云生死了，谢瑶琪还生死未卜，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原点。如果谢瑶琪没死的话，今天晚上就是救她的最后机会。 按照正常逻辑来说，这些受害者之间应该都有所关联。叶莹莹、谢瑶琪、李淑婷还有廖云生，原本4个不相干的人，他们唯一的交集点就是医美诊所的廖东。但猪肉铺出事那一天，廖东的不在场证明我们已经核实过了。可是现在他是唯一一个和案件有关的人。 把他叫过来问问。这孩子打小就可怜，从小没了爹妈，是我妈把他拉扯大。可现在这样，我怎么跟老太太交代？他来合成之后交了什么朋友，和谁在一起？除了在学校，在外面又干些什么？你知道吗？ 不知道，云生这孩子从小就内向，不爱说话，害羞，也交不下什么朋友。平时到我店里，一天也说不上3句话。你知道这3个女孩，还有你侄子，都怎么认识的吗？是，也不是。 小谢是在我那儿兼职，然后才认识了叶莹莹。这个女孩是小谢带来的，不过他们认识了以后，好像感情还不错，平时老在一块儿说说笑笑。有什么你就说，把你知道的、想到的，一字不漏的告诉我们，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杀害你侄子的凶手。 云生呢，只有放假的时候，还有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才过来。不过，我觉得他好像挺喜欢小谢，我好几次看见他偷偷的在看人家姑娘。他们2个人有进一步发展吗？没有。 我还嘲笑他来着，来俺们想吃天鹅肉。我说了，云生就是个害羞的孩子，他最多给小谢倒杯茶呀，买个奶茶什么的，没别的发展。他和另外2个人是什么关系？其他2个人他没什么关系，他们好像都没怎么说过话。他们4个要说同时出现我店里，好像只有1次。 那一次有发生什么事吗？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，就是3个女孩在那有说有笑的，云生突然就来了。秋啊，真的假的？那前段时间还跟我……哎，姐姐，他上次推荐的这个东西很好用，能把人淡很多。 然后这个女孩就再也没来过我店里了。
这是廖云生的尸检报告，我们都被误导了。廖云生才是第一名受害者。死者廖云生与第一名死者叶莹莹一样，在腹部发现了模仿蜘蛛口器扎入猎物体内的创口，内脏也有被盐酸腐蚀过的痕迹。在死者的耳后也发现了疑似造成静脉空栓的针孔。不管是从手法还是死亡原因来推测，凶手都是同一个人。所以说，第一个死者是他。但是，由于尸体被福尔马林跟保鲜膜处理过，我们无法得知具体的死亡时间。但是，经过我们进一步的检测，可以大致的估算，廖云生至少死了有4个星期以上。如果按照之前齐法医说的犯案周期是13天来推算，那叶莹莹就是在他之后被杀的。现在13天这个杀人周期已经不准确了。根据李淑婷的说法，凶手提前杀了谢瑶琪，而且绑架李淑婷的时间也提前了。这到底为什么？廖云生尸体被发现的那个604房间，还有那个菜棚，小苏那边有什么新发现吗？604房间是廖云生在兽医系的同学陈华的家。陈华长期在国外，所以那个房子就让廖云生帮他看着。我们在604房间发现的一些指纹已经在做匹配了，结果很快就会出来。而那个菜棚，它的主人是附近村民赵四的。赵四1个月前在家里修房顶的时候不慎摔伤，所以在床上躺了1个多月。他根本不知道菜棚发生了什么情况。第一名死者廖云生尸体在604房间被发现，推测死亡时间在4个星期以上。在廖云生死后的大约4个星期，我们在北山山洞里发现了叶莹莹的尸体，也就是第2名受害者。按照日历标注，凶手应该是在8月14日杀害叶莹莹。在叶莹莹死后的第3天，谢瑶琪被绑。目前我们还无法确认她是否还活着。这本身是谢瑶琪，她不会把所有的受害者都画下来吧？第4名受害者李淑婷，在一个废弃工厂获救，凶手逃逸。从凶手的行为模式来看，是从李淑婷案开始改变的。不仅仅是犯罪的周期产生了改变，就连作案地点以及作案逻辑都有所不同。前2个现场都有凶手特制的漏斗蛛网，为什么这个现场没有？如果他认定这里是他新巢穴的话，谢瑶琪应该在这里才对，可是却没有。按照李淑婷的说法，她认为是廖云生绑架的她，但廖云生早就死了，根本不可能是他做的，那会是谁呢？谢瑶琪被绑架的时候，警方是接到了猪肉铺老板报警的电话，但是老板死了，所以就说没有人可以证明谢瑶琪被绑架了。你怀疑谢瑶琪？如果谢瑶琪是凶手，一切都说得通了。要这么说，那谢瑶琪在猪肉铺留下的头发，就是故意误导我们的。从一开始，我们从派出所到达了现场，就已经进入了他的圈套。他把所有线索都引到廖云生身上，因为廖云生具备了所有犯罪分子的特征。你看，一个可以接触到病瘤内脏的农大学生，他的舅舅廖东还是黑诊所的老板，所有受害者还都和诊所有关。按照李淑婷说的，谢瑶琪和廖云生他们是恋爱关系，那谢瑶琪就很有机会能够进入到大棚栽赃给廖云生。琪琪。最关键的是，廖云生已经死了，我们就算怎么查也找不到他。在没有发现尸体之前，只能认为廖云生是凶手。我们一直以为谢瑶琪是被害者，如果他说谎，我们所有的推断、所有的证据，全是错的。廖云生尸体现场发现的另外一个 DNA 对比结果出来了，是谁？谢瑶琪。
廖云生被杀的时候，谢瑶琪还没有失踪。根据李淑婷的描述的话，他们俩在谈恋爱，那么他的 DNA 出现在604，也不奇怪。谢瑶琪是凶手的可能性更高了。凶手如果是谢瑶琪，那李淑婷她所说的，又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他给我看了几幅画，什么画？是琪琪，他画的琪琪，琪琪死的样子，死的特别惨。李淑婷呢？还在医院吗？没有，送她回家了。她说她没事儿。这样，我们去找她，当面对质，他们俩当中一定一个有问题。行，行，支队，走。上次我就送她到楼下，她自己上来的。304。这个。李淑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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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凶手会不会又找上他？让开！找谁呀？啊，你好，我们找李淑婷。谁？李淑婷。谁？这个，你见过这个人吗？他不住在这里吗？这里就我一个人住。谢谢啊。韩风，朱队，是李淑婷，是李淑婷一直在误导我们。韩队、朱队，我已经查过李淑婷在医院留的资料了，除了你们刚刚去的假地址，还有李淑婷在医院留的联系方式和紧急联系人，全部都是假的。全是假的。你是什么时候想到的？我也是刚刚才想到。小希，你能查到小苏送李淑婷回家之后，李淑婷去哪儿？马上去查。小苏，老万呢？他在农业大学询问廖云生的同学。喂，老万，特别注意一下那些学生里面有没有人见过李淑婷。好。我第一次见到李淑婷的时候是在派出所门口。他本来打算要进去，可是他没有进，他还企图想说服我说是谢瑶琪只是失踪躲着他的父母。你刚才看到他爸妈了吧？农村人观念比较保守，这哪能接受自己女儿脸上一直动刀子啊？所以琪琪一直躲着他们俩，估计琪琪根本就没消失。我们找到了诊所的地址，他兼职的诊所在什么地方？你就个名片。我们就是从名片上的黑诊所查到了廖云生。如果李淑婷真的是凶手的话，那么他从一开始给我们的线索是，就准备把一切都推给廖云生。这样你的推断就说得通了。你们看，这是不是廖雨生啊？就
这家伙？好像这是他。韩队，我在路口的监控摄像头里发现了一个拿着空饲养盒、身穿黑色帽衫 T 的可疑人，会不会是廖云生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到李淑婷这儿，凶手就改变了自己的犯罪逻辑，因为这本来就是李淑婷自导自演的一出戏，为了掩饰她所做的一切。也就是说，13天的固定模式可能没有变，谢瑶琪可能还没死。那目前我们最关键的就是找到李淑婷，把谢瑶琪藏在哪。农学院的教授说过，牛结合并的实验流程以及实验用的病原体都是严格管理的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轻易接触到的。我们已经清查过所有参与实验的同学，里面没有李淑婷。我相信，李淑婷她一定跟这个实验课有关。选我选修课的学生太多了，我也只见过他们1次，实在记不住。要不这样，警察同志，学生点名这一块一直是我助教做的。小芳，也来一下。哦，您好。你好，你看一下这个同学，你认识不？有点眼熟，这好像跟我们课上的一个同学有点像。那咱们有学生合影或者说课堂上照片吗？哦，有的。第1节课我特意拍了几张，您看。啊。这是在牛结核病的那个实验课上拍的。对。你看像不像？但是脸被挡住了。这人叫什么呀？王启龙。点了2次名，他才达到。李淑婷用了假身份。对，他们助教证实李淑婷应该是做了伪装，用了王小龙的身份上的课。啊？所以廖云生是在课堂上认识的李淑婷，只不过他认识的是伪装后的她。难怪在医美诊所有那么大的反应。去这一间要领用。谢谢。好。有人吗？有谁啊？王启龙。照片上这个人认识吗？照片上哪个人是你？这个是我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在同一时间、不同角度，你们的助教拍了一张侧拍照，你好好看清楚。你看一下，这个人也是你。是我。你旁边的同学叫什么名字？我不记得了。你跟他们一起上了那么多次课，连同学的名字都不记得？我不太跟同学交流的。我们今天把你叫到这儿来，就说明我们掌握了一定的证据。再问你最后一次，这个人是谁？他叫什么名字？淑婷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？她还好吗？这个人叫李淑婷，对吗？他为什么会利用你的名字出现在课堂上？那天，淑婷听说我有实验课，她觉得好玩，
就想尝试一下。舒婷她没上过大学，她对学校里的一切都很好奇。那本来我就不喜欢上实验课，我就让她去了。李舒婷知道你们实验课的内容吗？那是我们大家自己分开做实验观察的课，我觉得肯定不会被发现的，就让她装扮成了我的样子去上课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舒婷到底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一直这么问？你是知道些什么吗？还是他告诉了你什么？李舒婷之前也有假扮成你去上过课吗？就是这次。李舒婷现在在哪？我不知道。舒婷到底怎么了？你先回答我们的问题。我真的不知道舒婷到底怎么了。你上一次见到李舒婷是什么时候？在这之前，我们已经很久没见过了。他很关心李舒婷。已经问过3次了。李舒婷养蜘蛛吗？为什么问这个？这是他养的蜘蛛吧？看得出来你很关心他。你一定也知道他心里有疾病吧？他是不是常常幻想自己是只蜘蛛？我们怀疑这2个人都是他杀的。这些都是舒婷做的。对。他杀人了。你是不是知道你他杀人了？对。如果你现在告诉我们的话，我们可能还会救下一个人。如果你想救他的话，就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们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家伙一定知道什么。你这张脸真的很好看，不管怎么努都没办法像你这样。你知道我有多羡慕？没有人喜欢我。
再怎么变漂亮，也没有人喜欢我。你跟叶莹莹不是一直说我长得丑很可怕吗？我都听见了。你忘了？就在黑诊所，我们3个人一起打美容针啊。舒婷、姚琪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美容针可管用了，等3个月之后再来打第2针，我保证你们容光焕发。莹莹，你好没有蜘蛛啊！你下去了吗？那这丑八怪，可真恶心！我看见这黑乎乎毛茸茸的东西，我就饭都吃不下。真倒霉，今天一天好心情全让他毁了。蜘蛛这么丑，就不该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脏死了。舒婷，你不觉得恶心吗？你不是说我不配存活在这个世界上？时间马上就我们去搜了他们家，什么都没发现。现在李淑婷这条线也断了，再这么磨蹭下去，他可能真的要动手。我总觉得这个案子一定有什么盲点。盲点？其实我们对凶手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掌握。万一我们被凶手骗了，凶手不是凶手，被害人不是被害人，就像李淑婷一样。凶手也可以伪装成被害人，杀的人有男有女，这完全不符合一般连续犯罪的基本逻辑。有男有女，怎么样？我们当时推导凶手杀人，不是为了捕食，而是为了生殖繁衍。但奇怪的是，叶莹莹并没有被性侵过的迹象。但现在，如果李淑婷是凶手，叶莹莹没有被性侵，那就合理了。但是她应该杀男人才对。如果凶手的目的真的是为了生殖繁衍，他为什么要抓和自己同为雌性的叶莹莹和谢瑶琪呢？他第一个杀的是廖云生。他杀廖云生是为了模拟雌蜘蛛杀死雄蜘蛛的行为，所以他把廖云生当成了雄蜘蛛。但是他在杀完他以后，应该模拟产卵才对，为什么还会对叶莹莹和谢瑶琪下手？除非他根本就无法产卵。叶莹莹的尸体在腹部有一道伤口，子宫被破坏了，凶手有疑似仇杀女性的倾向。或许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子宫。
如果它不能产卵的话，布洛芬、优思敏、盐酸辅西汀片、戊酸雌二醇片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淑婷的时候，我看到她包里装的药。你以前当过禁毒警，药物的部分你应该知道一些。戊酸雌二醇片，女性服用是为了保养卵巢、促进生育，有的人还用来治疗月经不调。如果男性用，李淑婷一直在服用戊酸雌二醇片，她根本就不是女性。你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事态的严重性。如果你再不说实话的话，你一辈子就完了。你知道什么就快说。淑婷她不是李淑婷，她本名叫李淑君。他们都不懂我的美，不过没关系，很快他们就会付出代价。很快。她是李淑君，我是王启龙，我们从这么大的时候就认识了，我们都是孤儿。小花花，王启龙，你好了没？王启龙，你好，看我帮助你。哟，这个不是我们班那个小怪物李淑君吗？其实淑君不是什么怪物，她只是罕见的双性染色体，却不被接受，甚至被欺凌。才走上了这条不归路。淑君的性格内向、怕生，而我大大咧咧的。好看吗？8岁那年，他想改名重新生活。从那以后，他就是李淑婷了。他说，这样他就能快乐了。啊，小朋友，你们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淑婷。来，我们拍证件照。头再低一点点，往左边偏一点。我想让他快乐，我不想让他再受欺负。干嘛你？别推我！
手！李书记，李书记，院长那边有人打起来了。哎呦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撒手！王启龙，叫你了，快去吧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王启龙。你今年几岁了？9岁。好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李淑婷。你今年多大了？8岁。8岁，好。所以你就一直帮他隐瞒身份？是。他用新的身份离开了家乡，这里没有人认识我们。我们就是新的自己了。再见，李淑俊。再见，王启龙。警官，我求求你们了，你们能告诉我，舒婷到底怎么了？我不应该让他替我去上实验课的，不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你现在还有机会可以帮助他，你快告诉我们，他现在。我只是想跟你们一样，变成漂亮的人。我有什么错呢？廖云生在学校遇见我之后，他觉得我是怪物。你们知道了也嫌弃我。我在学校厕所看见他了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什么？有病！真是个怪胎。他平时还跟我们这么亲密，真是越想越恶心。变态吧，我天！你知不知道，床上我的人都该死。你知道生命走到尽头是什么感觉吗？你说你们该不该死？别怕，很快就会结束。
需要立刻解毒。李淑婷出现幻觉，是不是药物导致的？你一直走不出来，对于小飞的死，你一直过不去。你觉得他会高兴吗？失踪案怎么转到我们这边来了？被害人叫刘媛媛，前阵子她母亲因病去世了。我妈妈是被人杀的，我要去报仇。哎，你这好像是人的骨头。女性，年龄在45岁以上。有新情况，3个不同的地方都发现了人骨，